方向的车。这个是中国车吧？中国产的车吧？这是那个斯柯达，应该是捷克的。哦，斯柯达。这边这个桥也是应该是被炸啊！你看路边那个车，这个车是可能都是被炸坏了。Is that a bomb in the car? Okay. 那被炸了。被炸的话。斯柯达开的还挺快。应该是俄军已经推到这个地方了。当时啊，要么就是应该是。俄军当时距离那基辅啊，其实已经很近了。它是从3个方面是吧？而且把基辅啊感觉都包围起来了。其实也是差一点把基辅拿下呀。各位，我手里头现在拿的这个证件呢，就是乌克兰国防部给在乌克兰进行采访的记者颁发的一张专门的记者证。有了这张记者证，可以在乌克兰正在发生的战争期间进行采访活动。大家可以看一眼啊，就是这么样一个很简单的记者证。背面呢也有，正面呢是照片、姓名、国籍、你所在的新闻机构。反面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还有它的说明。没有这张记者证，只有你自己国家的记者证是没有办法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啊在这里进行采访的，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着战争，所有的拍摄行为、采访行为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我昨天那期节目里头已经讲了啊，如果你现在在街上拿3脚架开始拍摄任何东西，旁边马上就有行人，也包括警察或者其他的安全人员过来询问，查询你的记者证。查什么记者证呢？就是查这张记者证。所以我们现在在街上进行采访啊，都要拿着这张记者证，再拿着自己的护照，有的时候也会拿着自己国家的一个记者证啊，这3证再放在一起才可以进行采访。应该说啊，这张证件拿到非常不容易。我们当时在日本呢，要申请乌克兰来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就第一时间啊询问了在乌克兰的一些人，就问如果在乌克兰进行媒体报道的话需要什么，别人就告诉我们，你首先要在乌克兰申请一张这个记者证。这个记者证的核发单位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那么呢，怎么才能拿到这张记者证呢？需要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以正规的新闻媒体的名义去申请。第二呢，你在本国得有一个记者证。第三，你所在的新闻机构，这个新闻机构呢的总编辑给那个乌克兰的国防部呢专门写一封信，说清楚你到乌克兰采访的目的、采访的时间、采访的行程和安排，以及准备采访的内容。这几个条件递交给了乌克兰的国防部之后呢，他们会审核。这个审核啊，就我们来讲，审核的时间特别漫长，大概加起来啊，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这张记者证。也就是说，直到上个星期五，我们要出发之前还有2天的时候，我们才拿到了这张记者证，应该说非常非常不容易啊。这张记者证的背面呢，用英文呢写了一些内容，这是哪些内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头呢，第一条呢讲了，就这个是我们的记者证，有了这个记者证，在乌克兰所有全境之内可以进行采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记者证可以在宵禁期间和战区进行活动。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现在啊在全境范围内进行宵禁。宵禁呢，在战争初期的时候是晚上9点，现在呢推迟了。比如说像基辅这样的地方啊，是晚上11点开始宵禁。那么一旦进行宵禁的时候啊，所有的人不能再进行活动。但是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包括记者。你拿着这张记者证，你可以在宵禁时期进行外出。你没有记者证的话，你如果外出非常非常危险。理论上来讲，这个外面的人对于外面这个随便在外面行走的业界人员是可以进行击毙的。我们来了之后也了解到，有乌克兰自己的居民呢，在宵禁期间在外面瞎跑，结果被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军队呢把2个腿给打断了。所以在宵禁期间真的是不能随便外出，但是如果你有这张记者证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第二，你还可以拿着这张记者证进战区，因为所有的战区是禁止平民进入的。从这个位置要想进入这战区啊，中间有无数的检查站。那么这个检查站呢，在路上要检查你要进入战区的证件，检查的证件也是这张记者证。如果你有这张记者证，也可以进入到战区。这是这个第2点，就是这个背面说明的第2点。第3点就是说，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啊，你要遵守各种各样的方面的规定。允许你拍摄的你才能拍，不允许你拍摄的你就不能拍。而且呢，如果你在拍摄过程中这个泄露了军事机密，要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呢，这张记者证有可能被取消。这是后面讲的第3点讲的啊。因为尤其是到了战区进行采访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因为现代战争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啊，比的是科技。那么科技里面，假如说举个例子啊，你要拍到了这个乌军的一个行动，那么拍摄过程中间，如果你播出去了，那么俄军很有可能就把这些数据搜集到之后啊，变成对乌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所以你这个拍摄过程中间，你必须遵循乌军对你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现在也正在申请啊，到前线去采访，到战区进行采访。那么我们听到的规定就是说呢，你到战区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员来引导你之后，你这个汽车里头到时候还要装一个 GPS， 这个 GPS 你走到那个行军路线都要事先规划好，然后到那个地方从哪个路进，从哪个路回来都是事先规划好的。而且你拍摄内容必须事先都要报备的。那么报备之外的内容在战区也是不能随便拍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泄露军事秘密嘛。当然这一点我们也非常理解啊。当然我们一方面希望在战区内做到一个比较充分的报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如果要是采访过程中间泄露了军事机密，那对报道对象本身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损失。这个呢，我想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明白啊。这是第3点。第4点呢，就是说这里头讲了一个免责条款，就是乌克兰的军方不负责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进行采访记者的安全。如果你出了事儿，跟他们没关系。那这一点我们也理解啊，因为这是战争，不是一般的军事演习，也不是和平时期，甚至也不是地震天灾。那么在这种地方进行采访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充满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昨天啊，我们前2天从那个摩尔多瓦，不是昨天了，摩尔多瓦来到基辅的时候，这中间的路程大概走了10个小时。我前几天讲了嘛，我们由于遇到宵禁的时候，不得不在其中的一站进行了休息。那么这个休息的酒店，我们来到了基辅之后的第2天就发生了爆炸，旁边就被俄罗斯的一枚导弹给击中了，死了20多个人，受伤了90个人。你想想，这还是在非战区，说实在的，那个地点离现在的战区啊，还隔着几百公里呢，就这么危险。你想一想，那如果你要是到了战区呢，那就更危险了。尽管可以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啊，比如说我们带着钢盔、这个防弹衣，这个呢都可以租。我们在本地之后啊，那个媒体中心可以帮我们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你的安全。说白了，你就是坐了装甲车进去，那导弹过来就装甲车炸了之后，
也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在战区进行采访，这个危险应该说我们来之前也就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专门上了一个战争险。这个险呢，其实也值得说一说啊，因为一般的保险啊，只包括就是你在这个地方遭受意外，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撞着了什么之类的，或者突发疾病了，人家给你治疗，或者出了事儿之后遗体给你运回去。但是你到了战争这些国家里面，你如果因为战争导致的受伤、死亡事件，保险公司都是不赔的。所以我们在来之前呢，我们专门咨询到哪儿能上一个战争险呢？因为战争导致的这个保险呢，后来看了一个无国界记者组织推荐的一个保险，我们看了一下呢，觉得是不错，但是太贵。多少钱呢？一查每个人要2万美金，就是20-30天，一个人2万美金，太贵了，我们也上不起。后来就在日本咨询，最后呢，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呢，愿意是给我们上保险，一个人7万美元，7万日元，我们觉得还可以接受，于是呢就上了一家这样的保险。这个保险规定啊，我们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参加这个关于战争的报道，如果受伤了或者是殉职了，他们都给我们赔钱，当然赔的也不是特别多啊，5000万日元，这个但是我们觉得也行了，是吧？这是这个记者证啊。那么我接着要讲呢，就是现在的记者如果要是在乌克兰进行采访啊，一般来说也有一些门道。什么门道呢？我们来了才知道呢。这里头几乎所有的采访都需要许可。比如说啊，我们去战区，其实光拿这张记者证啊也没用，还需要那个战区专门给你发一个许可。这个许可会贴到你的车上，然后你的车上再贴上一些媒体的标，这样你才能进入到那个最核心的战区进行采访。说白了，这个证啊，现在只是通行证，真正要想采访的话，都需要跟那些有关部门，尤其是军方啊，事先跟他们协调，跟他们申请，然后呢，你的内容之后他批复了，你才可能进入到战区进行采访。所以呢，这里的采访效率啊，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而且呢，不光是现在这个去战区，其他的部门要想采访的话，多数情况下也需要走这样的程序。现在基辅啊和利沃夫有2个地方呢，各有一个媒体中心。然后呢，每一个政府部门呢，它也有媒体中心，包括他们的军区，包括军方呢，也都有自己的媒体中心。那么，如果你要想采访的话呢，你可以找现在在就是这个基辅的国会办的一个媒体中心。还蛮大的啊，那个地方去跟他们协调，他会把各个地方的媒体中心的电话、联络人的电话给你，或者联系方式吧也给你。然后呢，你跟他们去直接联系，当然他们也会提前打个招呼啊。然后呢，你把你的采访意图、想要采访的内容，包括你的行程，还有多少个人，以什么方式去，你都给报给他们。报给他们之后呢，他们给你反馈了，你就可以去采访了。所以现在呢，在这个地方采访呢，就是说。怎么说呢？要想急也急不得，所以很多大的通讯社啊，那些记者啊，在这里一扎都扎几个月，从战争一开始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所以真的要想做出一个比较有质量的战区新闻，应该说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光有勇气也是不行的。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已经来到了这里，拿到了这个国防部给予我们的记者证，给予我们的采访许可，应该说所有的外界条件呢，客观条件呢都具备了，剩下的部分就靠我们自己来努力了。那么我今天做这期节目呢，也是想给这个如果还有后来的想来乌克兰做采访的记者呢一个参考，包括你怎么申请这张记者证，然后拿到这张记者证之后呢，到这个地方做采访需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和内容吧。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刚买的那个6不买的采访。哇，这雨！不下暴风雨啊！对呀，是啊，台风要来了。是啊，刚才天还是晴的，还晒得很热啊，就大概就2个小时之前。哇！突然天气就这样。你不在这个学校上学吗？对不对？这个是军事学院。对，那你刚才为什么会在这个吗？